各位朗学院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这一周呢，郎老师给我们讲解的是拉威尔的帕凡舞曲啊。这首曲子的全名呢叫《为逝去的公主而作的帕凡舞曲》，它是1899年还是24岁的拉威尔所创作的曲子。他当时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啊，那可以说是在世纪之交的巴黎，他创作了这部作品啊。然后呢，这首作品呢后来成为他最为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那许多人以为呢，这首曲子是真的为某位真实的公主而写的悼念曲，但拉威尔自己却澄清说呀，他只是喜欢这个标题的音韵感和诗意。逝去的公主呢，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是一个浪漫的想象，仿佛是西班牙的宫廷当中一位小公主在跳着庄重缓慢的帕凡舞。那么拉威尔曾经幽默地说重要的不是逝去的公主，而是逝去的帕凡舞曲。那1910年呢，拉威尔又将这首钢琴作品改编成了管弦乐的这个版本，使其呢色彩更加的丰富，流传也更为的广泛。那么帕凡舞曲其实是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宫廷，它是一种庄重缓慢的双人舞蹈。它的名字呢可能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帕多瓦城那也有人认为来自于西班牙语当中的孔雀，所以呢这个帕凡舞曲呢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孔雀舞因为这个舞者的步态呢非常的优雅就好像孔雀开屏一样。那么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宫廷当中帕凡舞曲通常在重要的仪式上演出。这个舞者呢穿着着华丽的长袍，以缓慢而高贵的步伐去移动那么到了拉威尔的时代呢，这种舞蹈其实早已经不再流行了，但是它承载的那种古典优雅和贵族气质呢，却成为作曲家们怀旧和追忆的对象同样的比较有名的帕凡舞曲还有弗雷的帕凡舞曲。拉威尔他是20世纪初法国最为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常常呢他和德彪西被并称为印象派音乐的大师，但他本人其实并不完全认同这个标签。那么拉威尔的音乐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呢是精致的配器，拉威尔被称为是管弦乐的瑞士钟表匠，它的配器是非常的精巧和细腻的，每个声部都经过精心的设计，色彩斑斓却从不混乱。那你听它的音乐呢，就像在欣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一样。其次呢是它的这个古典的结构它跟德彪西比起来，就是德彪西它是更为自由的流动的风格和这个不一样。拉威尔的作品呢，往往它有清晰的结构和形式，旋律线条呢也更加的明确。拉威尔呢深受古典主义音乐的影响，他的作品当中常常你能够听到像莫扎特式的这种优雅和均衡。然后呢就是异国情调拉威尔呢对西班牙音乐他其实是情有独钟的，虽然他自己并非西班牙人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西班牙风情此外呢拉威尔也对东方的音乐，对爵士乐这种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非常新奇的音乐，他是充满兴趣的。这些元素都被拉威尔融入了自己的创作当中。然后呢，最后其实拉威尔的音乐当中还有一种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拉威尔的音乐它既有精密的技术构思，又有深刻的情感表达。他追求完美的形式，但是绝对不会冰冷而是在理性的框架中去注入细腻的诗意。那我们要理解拉威尔呢，就要了解法国音乐的一些传统跟德国音乐的深沉哲理、意大利音乐的热情奔放相比呢，法国音乐它是有自己的个性的。首先呢是色彩感，就是法国作曲家他是像画家一样去思考音乐的，他注重音响的色彩和光影的效果。德彪西曾经说过呢，音乐是色彩和有节奏的时间那么这句话呢也适用于拉威尔然后再就是呢法国音乐当中体现出的这种优雅与品味。法国音乐特别讲究叫好的品味就避免过度的夸张的情感表达，而是以含蓄精致的方式去传递情绪。然后呢，法国音乐也充满文学性，法国作曲家经常从这个诗歌文学当中去汲取灵感，音乐和文字意象紧密的相连最后呢就是创新精神法国的很多著名的作曲家，从这个柏辽兹到德彪西到拉威尔法国的作曲家是一直勇于打破传统，探索新的音响的可能性的。那么说回来，这个帕凡舞曲
帕凡舞曲是一首简洁而优美的作品，钢琴版的大约是演奏的时间是6到7分钟啊。这个曲式结构呢，它采用了非常简单的3段式，就是 ABA 的这个结构啊，先是一个主题，然后变奏，然后再回归主题，结构是清晰对称啊。这个正是拉威尔的古典主义倾向的一个体现。然后呢，开头的主旋律啊是它的全曲的核心，它非常的缓慢优雅，带有一丝忧郁，旋律的线条呢很流畅，歌唱性很强啊，就是你去唱能够很容易把它唱出来啊，这个就让人联想到遥远的这个宫廷的场景。这个旋律啊就采用了古老的调式音阶，增添了这种古朴的色彩感。那么拉威尔呢，在这首曲子当中使用的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的丰富的，它既有传统的功能性的和声，也有印象派风格的色彩性的和声啊。和声的推进是缓慢而从容的，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啊。那么钢琴版本当中呢，这个左手的伴奏音型是简洁规整的，就像这个舞步节奏，对吧？这毕竟是一种舞曲啊。然后呢，它右手的旋律呢，则是在上方非常自由的歌唱啊。管弦乐版本当中呢，拉威尔他其实是为不同的乐器分配了不同的色彩，我推荐你去听一下啊。圆号是吹出主题，然后长笛和双簧管它是装点色彩，弦乐是提供柔和的背景啊，竖琴呢又增加了晶莹剔透的效果。整首曲子呢是充满怀旧和追忆的情绪的，但并不沉重悲伤，而是一种带着温柔的诗意啊，就像在回忆一个美好而遥远的梦境，有淡淡的哀愁，更多的是对美的平调。这首作品呢，对于演奏者来说呢，既简单又困难。从技术上来说，它并不算复杂啊，它没有炫目的炫技的段落。但我们如果要演奏的好啊，需要非常高的音乐的修养和控制力啊。拉威尔这个标注在乐谱上标注的速度是叫做相当慢，翻译过来叫相当慢，但不能够慢到拖沓啊。你需要保持舞者的韵律感，就是你跳舞不能跳到一半这卡住了就停在那儿，对吧？就是你慢归慢，但是这个进行是要一直保持的啊，就让音乐在缓慢中保持它的流动啊。那么整首作品的这个力度啊，都在弱奏到中弱奏的这个范围之内，它没有太强的音啊。演奏者需要在这个有限的动态的范围内创造出丰富的层次和色彩的变化，就像在低声细语当中还要表达各种微妙的情感啊。那这首曲子的踏板的运用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就是它要能够营造出朦胧梦幻的音响效果，但是你不能过度，对吧？从头踩到尾你就全糊了啊，就一定要避免这种模糊和声的这个清晰度啊。许多钢琴家呀都录制过这部作品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有的版本呢强调它的古典的优雅，有的呢则是突出它的忧郁的这种诗意啊，有的呢又是去注重西班牙风情。这种诠释的多样性啊，恰恰说明了这部作品本身的丰富的内涵啊。那么帕凡舞曲呢，是拉威尔的早期作品，它已经显示出了拉威尔成熟的风格的特征。这首曲子在他生前啊就广受欢迎啊。